6月18号，据乌克兰主流媒体报道，乌军摧毁了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南部港口城市赫尼切克附近的一个最大的弹药库。由于储存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其引发大爆炸持续6个多小时。俄军在短期内将面临弹药不足的问题了。乌军不仅成功摧毁了俄军的旅级指挥部，更是在南部战线西段再次收复了一个定居点。下面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前线战况。最近乌军的反攻并不顺利啊！面对俄军修筑完成的3大防线，乌军一开始就遭受了大量的装备损失。为了避免扩大损失，乌军就放缓了进攻步伐。但即便如此，乌军的反攻成果也不容小觑。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的说法，乌军在反攻行动的前几天收复了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所有地区和方向都推进了2公里。英国国防部认为，在乌军反攻的第一阶段，俄军的损失达到了3月份巴赫穆特战役最激烈时候以来的最高水平。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巴赫穆特地区。俄军正在继续向巴赫穆特派出援军，看起来不想轻易放弃这个耗费了巨大代价才占领的极具宣传意义的地方。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退了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发起的10次攻击，但也承认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施加的压力最大。在扎波罗热最新的战报中呢，乌军的第128山地突击旅发布视频表示，在经过整夜的战斗后，乌克兰已经成功收复了扎波罗热地区的皮亚蒂哈特基定居点。这个定居点靠近南部战线的西段，俄乌双方于6月16到6月18号反复争夺了该定居点。乌军此次派出了10多个步兵战斗小组，并以炮兵、大口径机枪、迫击炮和坦克装甲车进行支援。而俄军为了守住此地，则是派出了南奥塞梯步兵营。起初呢，俄军在该定居点正面击退了乌军的冲击，并摧毁了多辆坦克装甲车。不过在17号深夜，乌军转而从派皮亚蒂哈特基的西部进攻，并逼退俄军。在这次战斗中，俄军包括副营长在内的300多人皆战死战场。这是过去2周内乌克兰收复的第8个定居点了。从乌军发布的战斗视频中可以看出，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乌军在和俄军在战壕内短兵相见，短短几分钟的视频，至少有3名俄军被击毙。在视频中，乌军手持的不再是 AK-47 枪族，而是口径更小的北约步枪，枪口还安装了消音器。虽然是在白天的战斗，但加装消音器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开枪噪音变小，枪口火焰也基本消失。虽然这样会导致子弹贯穿力有一点下降，但弹道会更加平直和稳定。这些改变呢，让乌军士兵可以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在观察和决策方面，而不是被射击扰乱心神。相比起来呢，俄军的反应就显得有些拉胯了。他们惊慌失措地在战壕里逃走，连武器都忘了拿。而这个定居点的收复也代表着乌军已经完成了全线突破，只不过较为缓慢。对于现阶段乌军来说呢，这是最好的进攻节奏了，稳扎稳打，每打下一个地区就先巩固防守，顺便再多要点补给，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战果，保持乌军机动部队拥有的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方面的碾压性优势，从而持续地将战争进行下去。当然，除了稳步推进之外，乌军也在一边排雷并试探俄军防线薄弱处的同时，不断给俄军后方重要目标去军事化。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称，当地时间6月17号，赫尔松里科夫的一处俄军弹药库发生了巨大爆炸。敖德萨军政总署发言人布拉楚克表示，这是乌方的武装部队给俄军的沉重一击。乌克兰媒体也发出了相关的视频，画面中显示被炮弹击中的地方升起了蘑菇云，大量的浓烟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几乎把周围的一整片都给吞噬了。在爆炸发生后，大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至少摧毁了10座建筑物。据了解，当时这座军事储备库已经装满了弹药，并且用于向俄罗斯在扎波罗热的军队提供弹药。主要是由卡德罗夫手下的特种部队守卫。弹药库被袭击后，由于储存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因此引发大爆炸，持续了6个多小时，至少有52名俄军守卫士兵死亡。里科夫位于克里米亚和梅里托波尔之间的铁路线，距离俄乌两军交战的前线约为110公里。
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就一直被俄军控制，对于俄军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是俄南部地区重要的武器装备、弹药储备中心。扎波罗热以及赫尔松地区的俄军所需的大量弹药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次的袭击呢，也让大兵想到了去年乌军在第聂伯河右岸赫尔松地区干的那样。俄乌两军呢在前线低强度交火，乌军又不断的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俄军后方目标，加剧前线俄军的后勤困难，并造成指挥混乱的问题。那么乌军这次是如何精准打击100公里外的俄军弹药库的呢？对于乌军而言，要说什么武器最适合打击弹药库，那非海马斯莫属。但是由于海马斯火箭炮的系统射程为80公里，并不能对110公里外的俄军弹药库造成威胁。但是和去年不同的是，乌军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只有海马斯火箭炮了，还有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因此在爆炸发生后，一些军事专家普遍认为是乌军使用了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导弹进行这次袭击。作为英国提供的威慑力巨大的巡航导弹，风暴阴影可以带着打击目标的照片，凭借着卫星系统的支持，沿着预定轨道飞行，接近目标时，它会把真正的打击目标同其照片进行比较，如果图像不一致，它就会终止打击，从而可以避免打错目标。由于这种导弹能在距离地面不到100米的低空飞行，使得其很难被防空系统发现，而且它还可以通过战斗机靠近目标区域发动突然攻击，突破能力和机动性更强。在这次轰炸中，乌克兰出动了多架苏24战斗轰炸机。处于赫尔松地区里科夫的俄罗斯军事基地成为了这次主要的打击目标。在逼近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之后，数十枚巡航导弹直接出击，直奔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而去，最终成功打击。巨大的爆炸声在很远处都听得到，数千吨的重型弹药库被炸，对于前线俄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款导弹也是频频出击，先后摧毁了俄军一系列部队指挥机构、武器弹药库、铁路枢纽、俄军兵营等重要目标。俄媒曾还报道称，在6月12号的战斗中，俄第35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格里亚乔夫少将被乌军导弹给斩首。当时有消息人士称，他很可能就是遭到了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攻击。显然，如今的风暴阴影俨然是有取代海马斯成为新一代俄弹药库终结者的势头。而这次袭击之所以成功呢，除了风暴阴影本身的性能优秀之外，也有不少俄军大意的成分在里面。毕竟早在几个月前，乌军的风暴阴影就频频出现在前线战场了，对俄军指挥部这种关键单位造成重大打击，其射程和精准度已经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确认了。而赫尔松方向的俄军却还在使用应对海马斯的老办法，以为将大型弹药库部署在海马斯射程之外就可以放心使用了。殊不知，风暴阴影已经将他们瞄准了。按照乌方的说法，这次袭击行动导致了该地存放的数千吨弹药付之一炬，那么俄军短时间内的弹药补充很可能将会面临问题。用乌克兰军方的话说，炸毁这个弹药库的意义比要击毁一个营的俄军坦克装甲车还要大。我们都知道，在扎波罗热大反攻的背景下呢，俄军已经将大量的兵力部署在了乌克兰南部。这里呢是有俄第5、35、36、49、58集团军和第22军第7空突师和海军陆战队。由于该地背靠克里米亚，他们还可以有空天军的战机和武装直升机提供24小时支援，阵容还是十分强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南线俄军是依靠一条东西走向的铁路来保持后勤和弹药补给的。倘若乌军的远程武器能够切断这条路线，那么对俄军而言，后果是不堪设想。事实上，俄军在后勤方面呢，一直面临着不少问题，而且随着俄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俄军这方面的短板就暴露得越明显。比如，俄军的后勤仓库警戒人数太少，导致乌军随时可以出动无人机对俄军仓库实施打击。另一方面呢，俄军补给站之间的距离间隔过长，导致无法形成连续性的补给能力。这些缺点都让俄军一线部队深受其害。因此，大兵认为这次轰炸俄军弹药库的事件呢，并不仅仅是一场战术成功了，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更为重要。乌克兰军队通过精确打击俄军的指挥部和军火库，实现了对其后勤补给线的封锁，削弱了敌军的战斗能力和机动性，使得俄罗斯方面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远程武器带来的甜头后，
乌克兰国防部很快表示，乌军在现代的战斗中已经占据了主动权，俄罗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但乌克兰呢，需要射程200公里的远程精确武器才能确保胜利。毕竟，与去年下半年基辅以惊人的速度夺回大片领土不同，在俄军用过去6个月在占领区建立超过1000公里的防线和防御工事之后，乌克兰现在面临的任务要艰难得多。只有用远程武器摧毁俄军的指挥所、部队补给后勤中心和弹药库，才能更好地削弱俄军的防线。除此之外呢，在赫尔松地区的俄军第80摩步旅也在这次轰炸中丢掉了自己的指挥部。据了解，俄军至少有3名上校指挥官被炸死，旅长有传言已经被击毙，有说呢只是受了重伤，正在抢救中。该摩步旅是第聂伯河东岸防守的主力军，而今被摧毁，赫尔松州东岸俄控区已经是岌岌可危。或许在反攻进入僵持阶段后，该方向将成为乌军的下一个突破点。那么大家对于现阶段乌军的扎波罗热大反攻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